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这2天各大平台都在报道蔡徐坤的事件，相信大家对此都非常清楚了。26日中午11点，一位网名为 C 先生不要太勇的人发文爆料，称顶流男艺人蔡徐坤曾经和某 C 姓女子发生一夜情，并使对方成功怀孕，但最终却逼迫女生堕胎。事实上，该女子也很本分，发现自己怀孕之后，曾经尝试和蔡徐坤本人取得联系，但因为某些因素的干扰，女子并未将怀孕的消息告知蔡徐坤，而是由对方的妈妈处理此事。不仅如此，蔡母还在女子堕胎之后多次怀疑对方的动机，担心儿子的声誉和利益受损。蔡母委托侦探跟踪 C 女士，并在对方家门口安装摄像头。做完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后，蔡母总算是放下心来了。她每天监控着女子的生活，并多次在群里提及对方的隐私，将个人动向透露给其他人。自己的行为举止全被他人看在眼中，就连交友也被监视着，想一想都觉得可怕。在当晚的直播中，狗仔也提供了更多证据，其中包括 C 女士的堕胎报告、聊天记录以及一些录音。其中有一段特别让人火大，说话的人是蔡徐坤的母亲，她正在对 C 女士进行洗脑，以高高在上的明星妈妈的姿态说服对方自愿牺牲，甚至还不忘夸赞自己几句令人窒息。大概意思如下：你要是爱一个人的话，肯定会心甘情愿为他付出，就像我一样，从不会做饭到每天为坤坤下厨，这就是世上最伟大的爱。哪怕是要你去舔他的脚趾头，也会义无反顾吧。朋友们，这叫什么话呀？爱他就要甘愿舔脚，这种爱根本不值得去珍惜，都是心理扭曲的人才会去做的。另外，相信大家也察觉到了，发生了这样的事，蔡母全程没有责怪自己的儿子，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到女方的身上，逼迫对方一力承担，并且不求回报。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双方肯定是自愿的，所以女方也别喊冤，但男方也不是毫无责任的。至少应该出面说清楚，是去是留，总要给人家一个交代。不过也难怪蔡母的管控范围实在太大了，她又怎么能容忍有人破坏儿子的前程？所以压根没有打算让蔡徐坤知道，这也是全程没有看到蔡徐坤身影的最大原因，压根不知情。如今距离 C 先生不要太勇的爆料已经超过了黄金24小时，可蔡徐坤方依旧没有任何回应，甚至连辟谣的声明也没有出。最近的一条微博还是在25号晚宣传演唱会的事，之后便杳无音讯了，这便更加印证了狗仔的说辞，这件事多半不会是假的了。有一说一，出了这档子事儿，蔡徐坤的形象也保不住了，名誉肯定会受损，那么他是否会像其他犯错的艺人一样塌房呢？我看未必，毕竟一夜情这种事既没有触犯条例，也没有任何逼迫的词语出现，更何况 C 女士的年纪还比蔡徐坤大9岁，也就是说她已经是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成年人。双方在清醒的情况下你情我愿的发生不可描述的行为，纯属是个人道德上的缺失。倘若蔡徐坤真的对怀孕不知情，恐怕还算不上道德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依旧没有解约的消息传来，只是某些在谈的项目终止了而已。那些所谓的塌房也是粉丝对偶像的失望，到头来他依旧活跃在屏幕上，等风波过去之后依旧涛声再起。值得一提的是，危机出现后黄金72小时内解决危机是公关行业的普遍认知，所以每当有明星塌房，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发声明，解释事件，引导舆论导向，甚至出律师函以证清白，这些都是惯常用到的公关手段。蔡徐坤绯闻事件中，蔡徐坤方一直选择冷处理的方式，不回应任何事情，不管拿出多少证据，蔡徐坤妈妈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女方受到了多少伤害，证据越垒越高，蔡徐坤方面没有半点想要解释澄清的意思。事实证明，蔡徐坤团队的选择是正确的。目前看起来一切证据都很充分，但落到实处有些证据又站不住脚。就算一切都是事实，男女双方都有和解书，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这件事情顶多属于道德层面问题，与偷税、吴亦凡等明星事件不同。回应的越多，漏洞越多，反而更容易翻船。参考吴亦凡事件，蔡徐坤团队是聪明的，眼下这种情况不回应反而是最好的回应。
冷处理也是一种危机公关手段，在内娱反而可以靠不回应赢得局面，成功渡劫。蔡徐坤事件可能给了内娱一种新的启示，有时候闭嘴不回应，让事件在时间里消散，也是一种有效公关手段。在娱乐圈，很快绯闻就会被其他绯闻取代，观众会找到新的饭后话题，吃瓜也就是吃个一时开心，有谁真正关心事情背后的真相呢？只是圈妹有一点想不明白，这些208们平时赚的是盆满钵满，怎么到了这种事情上这么抠门？抠一时看似风平浪静，到时候毁的是自己苦心经营的人生啊！自2018年偶像练习生之后，蔡徐坤响当当的名声在圈内就已经是顶流中的顶流了。这几年顶流塌房睡粉这事儿出现在他身上也不意外，但他名下的资产是真的还挺惊人啊！在爆红之前，蔡徐坤的前经纪公司就盯准了他，提出了如果提前解约，则蔡徐坤需要每年向公司支付3000万赔偿金，再加上违约金1500万，共计4500万。然而事实却是，公司在蔡徐坤身上只投放了110万，所以在2019年二审之后判定公司败诉，最后法院判定蔡徐坤赔偿公司300万违约金即可。在判决书中尴尬地写到了，在蔡徐坤爆火之后，公司就把蔡徐坤肖像权以1500万的价格授权给了某公司，公司还曾经没有按约支付给蔡徐坤每月8000元的报酬。打造巨星之前不肯投入，巨星诞生了倒是想着能薅一点是一点了。蔡徐坤前公司的行为确实是有些离谱了，毕竟蔡徐坤的号召力和个人影响力在他爆红之后确实是藏都藏不住了。前公司之所以要高额的赔偿金，也是能猜到原因了。而当年一手打造出其成团的爱奇艺也盯准了几人的商业价值，代言费就高达1200万。2022年的时候，蔡徐坤又和前公司产生经济纠葛，其中2张专辑的著作权与前公司有权益纠纷，并且他本人和工作室名下的6400万存款被冻结了1年。之所以产生经济纠葛，不仅仅是前公司的贪心，也是因为蔡徐坤的《样》和《迷》2张专辑卖得太好了，销售额分别高达7200万和9000万之多，加起来就有1.6个亿了。然而这1.6个亿还仅仅是蔡徐坤的一部分收入，他的商业价值更是想象不到的。在2019年就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排到了34名的位置。2020年就在明星商业价值总榜上排名前3了。之后蔡徐坤的商业影响力更是无人能及，高奢品牌也是青睐于他。截止到目前为止，蔡徐坤名下的代言就有40多个，其中高奢品牌更是多到不行。曾有爆料称，蔡徐坤综艺一季就有1500万至2000万之多，低端代言就有700万至900万一年。也就是说，蔡徐坤这40多个代言，按照1年的价格来算，差不多也有3个亿左右吧。蔡徐坤的另一项收入是来自于演唱会。早在2021年的时候，蔡徐坤演唱会门票最高就达到了2580元一张，比周杰伦最高的2000元一张还高出了580元。2023年的演唱会价格也没变过，依然是高价售出，足以见得蔡徐坤的这个票房影响力了吧？专辑销售额、综艺、广告代言、演唱会门票等等的，这些收入加在一起，就不仅仅是年收入上亿这么简单了。看了他的这些收入，再想起爆料中的蔡徐坤妈妈不想给500万，确实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了。不过蔡徐坤会赚也会花，据网上的爆料称，他有2套豪宅。一套深圳的价值1个小目标，一套北京顺义的看起来也是价值颇高的样子。卖专辑赚了不少，其实蔡徐坤制作专辑也花了不少。据说他一首歌的人工成本就不低于1000万，综艺的收入也只能维持他做音乐的费用了。蔡徐坤私下的穿搭和配饰是低调又奢华，私服穿搭多是上万的服装，而像是手表和奢侈品首饰更是上了20万。对于蔡徐坤来说，最绝的还得是他公开露面时的造型，贵公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出镜就是高奢，佩戴的饰品更是以千万来计算。虽说或许不是他本人拥有的，但对于娱乐圈的明星来说，得到顶奢的青睐也是他们时尚资源的顶级荣耀了。看完了蔡徐坤这上亿的资产，还是不免惊叹他的人生，都拥有了这样的财富，真的差那500吗？还是说越有钱越抠？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